好，跟住我哋會講一啲理論咧，去解釋點解會有通脹嘅。通脹我哋上次講咗啦，就係一般物價水平持續上升。咁至於點解會咁呢？其中一個理論咧就叫做貨幣數量理論。咁講呢個理論之前呢，我哋咧要寫一啲定義嘅。咁定義喺度啦，MV 等於 PY。咁同學尤其是問答題嘅時候咧，係需要 define 即係定義翻咧 MV、PY 分別係乜嘢。咁 M 就係貨幣嘅數量啦。咁假設呢個國家咧就發行咗一個硬幣1蚊。好啦 ，V 就係貨幣流通嘅速度。咁假設1年之內咧呢個1蚊咧就流通咗1次去買嘢。好啦 ，Y 其實即係實質嘅收入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嗰年實際做咗嗰個貨物咯，即係你嘅產量，但係用實質貨物計算嘅。其實產量咪即係你個收入咯，做咗一個蘋果，你嘅收入咪一個蘋果咯。好啦，最後 P 係物價水平。咁首先一個叫交易方程式，其實即係 IQ 題啫，就係問你如果一個1蚊硬幣買咗一次嘢，買一個蘋果，咁我哋推斷啊，呢個蘋果幾多錢呢？好，3秒鐘時間諗一諗。冇錯啦，我哋推斷呢個蘋果係賣咗1蚊嘅應該。好啦，點樣將呢個方程式變咗一個理論啊？我哋進一步假設啦，就係我哋假設呢個 V 咧，一般嚟講咧，買嘢嘅次數咧，通常1年之內都唔會點變嘅。我哋就 V 假設不變，一次就係一次啦。跟住我哋推論，如果呢個國家繼續發行貨幣，好啦，發行到2蚊，咁同樣買一個蘋果，蘋果冇增加到。咁蘋果嘅價格應該去到幾多錢啊？同學估下。冇錯啦，就係2蚊啦。咁作為一個理論，我哋個推論就係話咧，貨幣供應不斷咁樣增加嘅話咧，如果實質嘅產出冇增加咧，咁就會造成通脹啦，即係物價不斷上升啦。咁你睇到咧，印銀紙增加貨幣供應咧，可唔可以令到蘋果嘅數量增加？唔會，咁即係只可以改變乜嘢啊？蘋果嘅價格不斷上升，咁然之後我哋將個理論去套翻落現實世界，咁我哋發現咧，歷史上好嚴重嘅通脹咧，呢個原因都係咧不斷咁印銀紙有關嘅。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啦，德國係咁印銀紙啦，導致咧3隻雞蛋咧要賣100億嘅。咁搞到啲人對貨幣冇晒信心咯，後嚟變咗做另一種制度啦，就叫做以物易物。舉個例子，一隻雞蛋換2個蘋果，咁就唔會有通脹咯，因為我哋剔除咗貨幣呢個因素啦嘛。你貨幣可以無限咁增加，但係蘋果唔會噶嘛，雞蛋亦都唔會噶嘛。好啦，去到公開試另一個玩法會係咁嘅，就係話假設咧連實質產量都可以上升，而題目就係問咧貨幣供應增加咗 10%， 而物價升咗 5%， 咁同學估唔估到兩邊等於嘅話，咁即係實質產出咧增加咗幾多 percent 啊？冇錯啦，就係 5%。咁我哋睇一睇啲 past paper 啊。好，第一題，下列那些可以在以物易物嘅經濟中存在？答案第一，專門化係可以嘅，專門化即係分工，唔同人做唔同嘅嘢。例如你專門種蘋果，我專門養雞蛋 ，OK 啊。好，第三，利息，咩叫利息啊？其實係一啲叫補償咯。例如我今年借你1個蘋果，我出年還翻2個俾你，咁多出嚟嗰個咧就叫做利息啦。咁所以就算冇貨幣咧，以物易物咧，利息可以用一個貨物嘅單位去表達啦，係可以存在嘅。咁唯獨是第二個通脹咧，頭先講咗就唔會啦。就係話一個蘋果，如果你賣1蚊嘅話，你印多咗個貨幣，佢就會變賣2蚊。咁如果冇貨幣嘅話咧，咁通脹咧就唔會存在，啲嘢就唔會貴嘅。所以答案就係 B 1同3咯。咁我哋睇睇下一題啊，或者同我試下 freeze 嗰個畫面，睇下可唔可以自己做到。好，我哋睇睇個圖講緊啲乜嘢。好多同學搞錯咗啊，見到條線跌咧，以為貨幣供應係減少啊，但係其實咧貨幣供應係正數嚟嘅，睇唔睇到啊？百分比。
即係可能以前係12%，依家跌到去10%，其實貨幣供應都係增加緊嘅，跟唔跟到？好啦，物價水平都係正數嚟嘅，而且咧仲係不斷咁上升緊。舉個例子咧，以前係5%，依家去到7%。咁記唔記得我哋嘅理論有個假設啦？我哋係當 V 唔喐噶嘛。咁根據咁嘅推斷嘅話咧，加埋係10%咧，我哋推論咧，其實 Y 咧即係實質嘅產出咧，應該係增加咗3% 啦。咁我哋睇睇以下代入去嘅項目。好 A 實質產出正在上升，呢個好似啱嘅。咁我哋推斷應該係大約增加咗3% 咯。啲數字係假設嘅啫。好啦，第二個名義產出，名義產出即係講緊右手邊啦，貨物以價格計算，即係 P 乘 Y。舉個例子，一個蘋果賣3蚊，呢個蘋果嘅名義價格咧，或者名義產出咧就係3蚊。咁我睇到咧，其實係增加咗嘅，就唔係下降嘅。咁我呢個例子代入去係增加咗 10% 啦。好啦，第三，貨幣供應下降。咁我哋睇到啦，其實增長率係正數嚟嘅，所以都係上升嘅，就唔係下降。好啦，貨幣流通速度正在下降。咁我喺我哋嘅理論入邊咧，貨幣流通速度 V 咧係假設不變嘅。咁所以正確答案應該係 A 啦。好，跟住睇下問答題，都係關於貨幣數量理論嘅。好啦，快問答題咧，一講貨幣數量理論咧，你一定要寫翻個定義先嘅 ，MV 等於 PY， 咁同埋要分別寫啦 ，MV、PY 分別係乜嘢啦？咁呢度我就 skip 咗去啦。咁之後你可以用翻 MV、PY 啦，因為你之前定義咗啦嘛。好啦，然後睇下題目講咩，物品同服務嘅生產數量講緊 Y 嘅增長增加啦，增加得好多喎，多過乜嘢啊？貨幣供應喎，即係增加咗少少啫。好啦，一講理論我哋有個假設噶嘛，就係 V 通常都係唔喐噶嘛。咁兩邊相等嘅情況底下咧，兩邊要等嘅話咧，應該咧 P 要跌啦，先可以抵消翻啦，係咪啊？ P 跌即係咩意思啊？通縮咯，所以答案係正確嘅。個文字寫法就係話 Y 上升百分比 ，Y 你之前定義咗啦，大於 M 上升嘅百分比，在兩者相等嘅情況底下，即係暗示咧 P 一定要下跌啦。P 下跌嘅意思咧，即係通縮。